各位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单元。然后我们这一章要开始谈传动元件。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机械里头啊，我们很多机械设计的核心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去传动、传输这些引擎或者马达这些动力源的动力，来达成所需要的动作，或是所需要的功能，或是动力的传输等等。那传动元件呢，在这里头就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角色。那我们这一章里头就会介绍机械设计里头经常用到的传动元件，包括正齿轮、螺旋齿轮、斜齿轮、刮齿轮、皮带、链条，还有这些传动元件怎么样搭配一些轴承来做应用。所以这一章里头要谈的元件非常非常多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很有耐心的跟着我们的课程一起来学习这些元件。那首先这一个小单元呢，我们要谈正齿轮。那正齿轮呢，事实上是在传输动力的元件里头最常见、最普通的一个元件。那主要是用在平行轴之间的动力传输啊，两个正齿轮之间它的轴一定是平行的。那事实上，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机械系啊，都会画一个齿轮当做机械系的系徽啊，等等等。可是有时候机械系的系徽的正齿轮的齿形啊，常常画成这样正方形直直的一条线。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专业哈，所以可能有一点点这个需要做一些修改。正齿轮的齿形其实是什么呢？正齿轮齿形叫做渐开线 （involute）。那渐开线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有一系列的图啊，来说明渐开线是怎么产生的。那但是我这里我拿了一个简单的纸杯子，然后外头呢套着一条黑色的线。那这个渐开线就在我们投影片里头讲到的事情，就是这个线呢，这个线缠绕在这个纸杯子的外头。但这个纸杯子这个圆基本上就叫做基圆 （base circle）。基圆。那当我这条线让渐渐的往外头拉开的时候，这条线上的这个端点，它画过的这个轨迹就叫做渐开线。所以渐开线基本上就是一条线缠绕着这个基圆，然后它渐渐打开的时候，那这条线的轨迹就叫做渐开线。所以各位如果是机械系的同学，然后我们在画齿轮，或者说要用齿轮来当成各位的系徽啊，或是什么样的 logo 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哦，这个齿形是渐开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直线。那为什么要用渐开线这样子的齿形呢？那主要的原因是说，两个齿轮在互相咬合的过程中间，如果是渐开线的话，齿和齿之间就会只有滚动，而不会有滑动。那滑动会造成很多的摩擦，造成很多耗损等等。如果是渐开线的齿形，它就只有滚动，而不会造成滑动。那当然，除了渐开线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齿轮的外形啊。那不过我们最基本的这个了解就是说，齿轮的齿形呢是一个渐开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这个正齿轮的一些专有的名词。当然我们刚刚知道基圆。基圆就是我们在产生渐开线的时候，我们刚刚用的那个杯子，我们一条线缠绕在这个圆上，这个圆就叫做基圆 （base circle）。那但是这个 base circle 基圆跟基圆之间事实上是没有接触的，两个齿轮在互相咬合的时候，它们之间有接触到的这个圆叫做结圆 （pitch circle）。那在互相咬合的时候呢，两个齿轮互相施力的那条线，互相施力的这个施力的方向，这条线叫做压力线pressure line。那 pressure line 呢，它跟水平产生的这个角度叫做压力角 pressure angle。所以在这个图上就完整的画出来，两个齿轮互相咬合的时候，那我常常说，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是蛮容易去记得，蛮容易去理解的。两个齿轮互相咬合的时候，它们各有一个基圆。基圆跟基圆，但是基圆和基圆并没有相碰，基圆事实上是产生渐开线的那个圆，它实际上相碰处的是结圆 （pitch circle）， 所以基圆的外头又有一个结圆。那基圆跟结圆之外呢，然后
两个基缘之间会有一条内弓切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图上这个红色的这条线，红色这条线是压力线 （pressure line）。pressure line 的意思是两个齿轮互相咬合的时候，实际上互相推、互相施力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跟水平的夹角就叫做压力角。我们再重复一次：基缘、结缘互相相切，然后这个中间的弓切线叫做压力线。实际上互相推、互相施力的方向，跟水平的夹角叫做压力角，基缘、结缘、压力线、压力角。所以这个是正齿轮的这个，我们在做一些这个正齿轮的绘图、正齿轮的分析的时候，这基本的这几个名词。然后再进一步一点点呢，我们说，正齿轮呢，齿的大小，齿的大小要长得一样哦，齿跟齿要一样大小，两个齿轮才能够互相咬合。那齿的大小是什么呢？齿的大小叫做截距circular pitch 截距。那这个截距是什么意思？截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结缘的周长，结缘的周长除上齿数。比如说结缘的周长是拍乘上 d， 这个 d 呢就是结缘的直径。结缘的周长乘上齿数，拍乘上 d 这个周长上头，比如假设有20齿。那拍乘上 d 除上20，那就是每一个齿等于是每一个齿的宽度，这个就叫做截距截距 circular pitch， 然后拍 d 除上 n。但是我们对拍 d 除上 n 这个公式我们不太喜欢。为什么不太喜欢呢？因为它里头有个拍是圆周率圆周率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数字，3.14159等等等，它不是一个整数。所以我们在讲齿轮的规格的时候，我们通常不用这个截距，我们通常用模数 module 模数。那模数是什么呢？模数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的截距是 P 是等于拍 d 除上 n， 我们不喜欢这个拍，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拍拿掉，我们就直接是 d 除上 n。模数就是 d 除上 n， 结缘的直径除上齿数。模数是结缘的直径除上齿数，所以模数是有单位的哦。模数是有单位的哦。这模数的简写叫做 m module 模数，它的单位是 millimeter， 单位是 mm。那模数是有单位的，它是 d 除上 m。那这个，所以我们就说齿轮呢最重要的一个规格就是模数。模数要相同的齿轮，两个齿轮才能够互相咬合。模数小的话，就表示它的齿非常非常小。所以，比如说非常小的齿轮，如果是像以前非常精密的钟表的齿轮，这个模数可能只有0.3个 millimeter。那个比较大的齿轮比如说这个很大的这个风车或是这个水帮浦这样子的齿轮，它的模数可能会大到25 millimeter。达25 mm， 所以它一个齿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对于齿轮的这个最基本的规格是模数，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模数是什么呢？模数是结缘的直径除上齿数，它是有单位的，单位是 millimeter。好，那这张图就可以显示一些其他的我们在讨论正齿轮的时候常常用的这些名词大家已经知道基缘，已经知道结缘了。那然后对于这个齿来讲，齿有2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叫做齿根在这个结缘底下，结缘之下到基缘之间的距离叫做齿根。那结缘以上，然后到这个齿顶的距离叫做齿冠。那基缘、结缘、齿根、齿冠之后，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截距。那截距是代表一个齿的大小，但是刚刚有跟大家讨论到截距，我们通常不用截距，我们通常用模数来代表。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规格是它的齿宽，也就是齿的厚度。然后我们在这边看一下这些这个专有名词它的比较数学上头是怎么计算，数学上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它的齿冠，齿冠的英文叫做 addendum，addendum 就是齿冠是结缘往上的这个齿的高度。addendum A 呢是1倍的模数。这个 A 是1倍的模数，也就是说这个结缘以上到齿顶的高度呢是1倍的模数。那齿根叫做 dedendum， 那 dedendum 呢是1.25倍的模数。也就是说这个结缘到基缘之间的一个距离1.25倍的模数。所以显然的一个齿的高度
齿关加上齿根，就是1倍的魔术加上1.25倍的魔术，就是2.25倍的魔术。所以这一章里头的第一个单元就为大家介绍正齿轮，正齿轮的齿形是渐开线，然后正齿轮的这个基缘、结缘、压力线、压力角，还有它的一些专有名词，包括齿关、齿根，包括它的齿后等等这些专有名词，也希望各位是机械系的同学，那我们对于齿轮的这个认识，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认识。